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手相有凤尾纹的人，一生福禄多，至少旺3代。凤尾纹是手相学中一种特殊的纹理，位于掌心靠近手腕的部位，形状像凤凰的尾巴。拥有这种纹理的人，通常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福气和好运的象征。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往下吧。1. 手相中出现凤尾纹的人，一生婚恋运气极好，特别代表婚后能够改变命运。所以手相拥有凤尾纹的男女，属相更具备有富贵特征的，进入下半辈子就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乡书有言，凤尾握在手，清闲又富有，男可娶贤妻，女可嫁贵夫。因此手相上出现有凤尾纹的人，一生福禄更盛。2. 以男左女右为原则，如果双手并拢之后，食指和无名指等长，或者说两者差距很小，那这类人首先个性十分独立，有自己的主见，在交际中比较受人尊重，同时有极佳的赚钱头脑。男的能建立自己的事业，女的善理家财，结婚以后的生活都将十分美满。3. 幸福小女人的手相，丈夫疼爱，子女聪慧，家财小富，小家庭会十分幸福美满。女士手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子女宫饱满，代表子女成才，学业有成，事业有成，晚年享福。财福禄3宫饱满，有富贵的根基，天生好命局，主纹路深长，清晰有力，能力强，素质高，力做事业。纹路的格局开，后期的发展空间大，事业线明晰向上，后期成就大，力晋升。两类不论哪类行业发展，都是可以事业有成的，并且事业财运都非常旺。这是一个旺夫旺子旺家的女人。同时手相中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线，这就是理财纹。理财纹好的女人具有理财观念与理财能力，在专业金融人员与投资高手身上常见。对于有理财天分的人而言，才是愈理愈多，可以考虑积极的理财方式。理财纹不良的人，却是你愈理财，财愈不理你，还不如放定存妥当，至少免了10本之忧。其次，手上有良好理财纹，面相又具财富相者，富裕可期。拥有了这样手相的女性，在婚前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，但是一旦结婚生子，就能显现出来了，就会慢慢走向一条富贵的道路。人纹锁链纹明显，人纹锁链纹比较重的，说明独立性和思想上的成熟度不够，凡事爱犹豫，思想上有依赖性，初期出成就慢。火土之人立西方北方发展，掌心凹聚财，说明后期家庭财运，后期也可以求财创业的。最后火土之人真元晚，真元难得，事业线断折为3节，说明事业有波动，不够稳定。第1节纹路比较长，代表是35以前，这段时间可以稳定发展一段。第2节比较短，还靠近断掌纹，35至40这几年人生的波动期，最上部那节上挑到福宫，说明后期事业运稳步上升，财宫饱满，说明财运旺。这类断掌是适宜求财创业的，只是中间有段时间事业财运会非常差。当然，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看手相，可以看看以下这几个案例。男人女人若有此手相面相，注定是亿万富豪命，一飞冲天富贵命。第1种，面骨宽厚，双饱满宽阔，体质佳，根基稳，嘴唇好在厚而上翘，是个阳光开朗之人。很多唇厚下垂带腹传的相就不好了。女主还有大大的耳垂，福运不错。脸方之人，执行力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加上腮骨凸，做事有毅力，能吃苦。大耳廓凸，腮骨凸的人有些叛逆劲儿，做事有筋骨之人的胆大，易怒锋芒犯小人，眉峰起角，眼稍掉，做事目的性强，行事大胆直率，有利也有弊，适合走在台前，利于事业职场，山根满，
鼻头肉，中年财运旺，夫运也强。姻缘方面是敢爱敢恨的性格，急性子，遇见自己喜欢的对象会主动出击，眼带媚态，桃花也不弱，姻缘不会晚。鼻直心正，一旦婚后顾家专情，下颌宽阔有力，加上耳长下巴兜，晚年运程长，可享高寿。第二种偏水水结合手，也是女人常见的手型，有木人的多思，也有水人的温柔，实指巽宫财位尤其平薄，财运一般。不过感情线身长有弧度，三大主线中，感情线最出彩，有望靠婚姻来催旺财运。生命线和脑线粘贴长，偏内敛谨慎的人，做事放不开手脚。不过做事计划性强，不喜欢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应变能力少弱，比较适合做幕后工作。婚后也适合操持家庭和孩子，因为生命线本身偏弱，体质一般，不适合在外闯荡。脑线也不强，独立能力稍弱。金星丘代表体质和根基，此处见智，就像面相中额见智一样，说祖业难靠。从生命线初期锁链也看出，出身家庭环境一般。下垂的脑线也说明是个偏悲观多思的人，注意增强体质，提升自信，运势才会好在。第三种，有点日系风的美女，卡哇伊的气质，面骨圆润，五官饱满，福运深厚，额高圆，早年父母关爱有加，耳高上提，聪明有灵气，早运不错，眉稍浅，和兄弟姊妹缘分浅，眉薄之人情缘也薄，正缘难寻，加上面容姣好，卧蚕丰满，异性桃花旺，偏缘干扰多，眉浅之人也有些薄情，俏皮玩心也重，青年时期感情经历丰富。不过鼻高隆，鼻头肉，婚后财运旺，夫运强，加上颧骨饱满有肉，鼻权得配，中年运势行得稳，唇稍歪，易犯口舌是非，特别是易遭同性朋友妒忌，在感情中犯小人。矫情文也提示，即使婚后，也不乏烂桃花干扰，一生桃花旺，婚姻想要稳定比较难，人中歪斜，子嗣不丰，加上奴仆宫凹陷，晚年易孤苦。第四种，长后直满，典型的土长，土人勤劳踏实，稳重顾家，三宫饱满，福运深厚。纹路看是典型的穿长，穿长是脑线和生命线初期分离，古代讲生命线是地纹，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，脑线是人纹，代表自身，人纹脱离地纹，说明自身独立能力强，很早就脱离原生家庭独立。穿长是优缺点明显的手相，优点是独立有主见，敢闯敢干，利于事业。缺点是小时候有些叛逆任性，行事容易仓促不加思考，成年后也是易路锋芒少城府，易犯小人。生命线初期见横纹干扰，学业受限，事业线没有断开就好了。本来是一马平川的格局，对于男人来讲是非常吉祥的符合。事业格局不小，断开会有些影响。纹路偏深直，个性稍硬，加上穿长大开大合的性格，易路锋芒犯小人。事业线断开和此有关，太阳线分叉也说明这点。第五种，额高稍窄，人是聪明人，但个性偏敏感。额窄之人也稍自信和活力，偏内向和多思之人，眉浓稍散，眉压目，易纠结眼前的得失，自尊心很强，印堂紧锁，思维格局打不开，表面不在乎，内心很在意得失，眼露惊恐之色，贵人难围绕在身边，田宅宫被眉侵，根基不稳，靠山不牢。不过眉浓之人重情正义感很强，做事有勇气和魄力，利于职场，加上权高，进取心强，容易在团队中脱颖而出，但不利姻缘，在婚姻中偏强势。家鼻偏弱，鼻权不得配，婚后夫运不强，靠自己操劳忙碌。鼻见孔，少城府和耐心，做事执行力强，但是少防备的心机，易路锋芒犯小人。不过人中身长，
子嗣丰，唇阔带腹喘口，爱抱怨，家庭欠和谐，下巴兜儿肉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6种，长长指长，木水结合掌形，有木人多思，也有水人的温和，使指巽宫财位饱满干净，正财旺，本职工作稳定少起伏，这点从事业线身长也可看出，只是金星丘稍窄见褶皱，体质一般，根基不牢。从生命线初期所练也看出，出身家庭环境一般，祖业难靠。生命线在22至35岁左右，见3条横纹。这个阶段经历人生3个关口，第1关是学业关，中间那条是感情关，结合感情线导纹后，有条下垂线和脑线接触，将感情不顺的能量传递到脑线，心理受创伤之后，脑线急剧下垂，也看出犯情伤导致。第3关是事业关，事业线中期裂缝，加上太阳线见斜纹干扰，犯小人导致事业受阻。过了这3关，生命线不久后见上升线，40岁开始，人生进入收获的阶段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